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，今天要分享如何利用盐渍低温发酵，轻松做出万用常备菜。盐渍低温发酵就是用盐让蔬菜脱水，连同渗出液和调味料封装后，放入冷藏室慢慢发酵。前几天还是浅渍蔬菜，可搭配不同的调味方式变化口味。约5天后，乳酸菌生长，酸味渐强，每天风味不同，非常万用。要让蔬菜顺利发酵，最关键的成分就是盐，它能帮助蔬菜脱水，营造适合乳酸菌生长的环境，同时抑制杂菌，让发酵更稳定。任何天然无添加的盐都可以使用，但尽量避免含碘的精制盐。碘和其他的添加物可能会让蔬菜变色，甚至影响发酵过程。蔬菜要不要洗，怎么洗，对发酵来说也会有影响。蔬菜表面带有乳酸菌，如果长时间清洗甚至汆烫，乳酸菌会减少甚至被破坏。此外，洗完后若残留了大量水分，会稀释盐浓度，影响发酵的稳定性。建议选择有机蔬菜，简单冲洗后晾至不滴水即可使用。先来处理高丽菜，切到适当的大小之后，去掉菜梗。我喜欢切成细丝，入味比较快。嫩叶和绿叶分开处理，切的时候不要叠太高，避免滑动，才不会危险。绿色大片叶子顺着叶脉切，口感会更脆。尽量切得均匀一点，让入味和发酵速度一致。中间的嫩叶比较软，切丝时以方便操作的方式进行即可。小黄瓜有2种我很喜欢的处理方式。第一种像是这样，先沿着小黄瓜用削皮器削掉3条皮，接着去头尾之后，切成约 0.5 公分厚的片，这样既能保留外皮的爽脆口感，又能让果肉更充分入味。调味比较清淡时，我喜欢用这样的做法。另一种是中式的切法，先将小黄瓜切成约4到5公分长的段，再纵向切成4等份。我觉得这种切法更适合调味较重的腌料。接下来是关键步骤，杀青，也就是让蔬菜脱水。这主要依靠盐，因此第一步要先准确测量蔬菜的重量。脱水所需的盐至少为蔬菜重量的 1.5%， 但这个比例比较难操作，抑菌效果也较弱。我会建议使用 2% 的盐，这样即使涂抹不均，仍能确保发酵成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 2% 的咸度作为生菜直接食用已经偏咸，即使为了提高成功率，盐分一般不建议超过 3%。 另外，如果盐分超过了 5%， 反而会抑制乳酸菌的生长，使成品更接近酱菜，比较难以发酵。盐要少量分批撒入，一边轻轻翻动揉搓，一边撒盐。高丽菜开始出水并稍微软化后，会更好翻动，尽量让每一片高丽菜丝都接触到盐，并确实软化。一处理完，蔬菜的体积就已经减少了快1/3。小黄瓜这次要做3种口味，按照分量都先装袋了。第一种是和高丽菜一样的基础发酵，只加入了 2% 的盐。第二种使用了 2% 的盐，还有 2% 的糖，这样的腌制方式让口感更柔和，咸甜平衡。第三种除了盐与糖之外，还加入了各约为1小匙的白芝麻油、米醋以及日式高汤酱油。搓揉塑胶袋至盐、糖与酱料均匀分布就可以了。使用塑胶袋的好处是挤出空气后绑紧，蔬菜很容易就完全浸泡在渗出的液体中，利于发酵。如果使用玻璃瓶，就必须要压重物，比较没有那么方便。我还加了一点点的昆布碎屑，搭配高丽菜提鲜。因为这周比较忙，蔬菜的摄取大部分要靠这一袋，就没有另外分装成小袋。如果打算长期发酵，建议分装成多个小袋，减少开袋的次数比较好。接下来把高丽菜铺平，尽量挤出多余的空气，然后放上重物，帮助蔬菜出水。小黄瓜体积小，放入钢盘后可压上烘焙重时，大家发挥想象力，找适合压菜的工具。
重量约为蔬菜的2至3倍即可。1个半小时左右，小黄瓜就出了大量的水分。杀青的时间太短，出来的水不够多，太久蔬菜会变得软烂，建议时间抓在1至2小时之间。高丽菜的出水量也够了，尽量挤出空气之后绑紧并冷藏。冰箱环境下，乳酸菌约在第5天开始增长，因此前5天风味较淡，之后酸味会逐渐加强。高丽菜最多可保存1个月，小黄瓜建议2周内吃完，否则口感会过于软烂。若加入了植物油或酱油，会影响发酵，建议尽量在5天内吃完，最多不超过7天。由于咸度较低，取用时建议使用不锈钢夹，并先用热水烫过，或用食用级酒精消毒，避免使用木块，更不要直接用手拿。这是高丽菜腌制第2天的样子，盐分已经充分渗透，口感依然清脆。加点芝麻油，撒上芝麻，拌匀之后就是很美味的配菜了。喜欢的话也可以加入醋、薄盐酱油，或是少许日式芝麻酱，依照个人口味自己变化。有腌制酱料的小黄瓜，剪一点辣椒进去，拌匀就可以了。2种小黄瓜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调味，只要再准备1道主餐就很丰盛。第4天拿去带便当，盐糖腌制的风味小孩非常喜欢，撒上芝麻就可以吃很多。第7天，高丽菜和小黄瓜都带有乳酸菌淡淡的酸味以及发酵风味。熟悉这个过程后，即使再忙也能轻松享用多种风味的蔬菜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。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，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，我们下次见。